大家好，我是大伟。最近有一个动作非常的火，叫做鳄鱼爬行。特别是在公园里面，很多50、60的一些中老年人就开始每天在这儿爬。这个动作是干嘛用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锻炼我们的腰部、锻炼我们的背部的。这个动作非常的好，但是有的人盲目跟风，非常的不好。我在2020年的时候就拍过一期视频，教大家怎么去做这个动作。但是我在视频当中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人他没有一定的基础，核心力量也不够，练着练着就把这个腰反而练伤了。那么在这里呢，有的朋友说，老师我自己腰不好，我坐骨呢也这个神经也有一些不好，对不对？我这个腰背总是感觉不是那么的正。没有关系，你记好，今天这个视频给你一个答案，我教你一个比鳄鱼爬行还要牛的动作，这个动作叫做壁虎爬墙。这个动作就非常厉害你跟着我，马上跟着我去做。你们把手机放下来，我站着，你们也站着，跟着我一起去做这个动作，把这个动作学会，完全不一样。你会发现这个动作，我们是小孩子也能做，老人也能做，谁都能做。好了，话也不多说，大家做完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一个有用2个字，咱们把动作分享给大家。那么壁虎爬墙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呢？非常的简单，大家看我演示我们首先把我的左腿抬起来就这么抬腿，右手往上去撑往上去撑，然后呢换右手左右轮流的，你手不一定非要撑上去你就这么上去就行了你看，就1、2、3、4，慢慢的，你要如果手愿意往上一点就往上一点，就这么去做。这个动作就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模样，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太多的细节，咱们就要开始左右去拉就行了。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看，把你的手完全上去以后，这个时候我们成了一个对角的一个伸展，对于我们整个后背一些地方比较紧的位置，你们可以看，我们的整个腰背部都是带着动的，我们甚至手都不用做，我们就单纯的把手，你看放在我们的后背，你手可以放在我们的臀部。你把你的腿向外去抬，就这么去抬，你去感受一下，你的腰背部都在发力。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为什么叫做壁虎爬墙呢？我们做的时候要面对着一堵墙。你看我现在就做的时候，真正做的时候是这样的对着墙，这样慢慢的来，慢慢的做。我们自己对着墙以后，才能纠正很多不好的地方。打个比方来说，咱们有很多人他这个腿打不开。我们说腿一定要平着打开，有很多人打不开，他腿是这样的腿这样去抬的话有没有用呢？你如果是对着墙，你很显然这个地方比如是一个墙，打个比方我拉个板凳过来，这个板凳假设是个墙，我腿能往前吗？我往不了前了，我只能顺着这个墙的方向往上抬，那无形之中就怎么样，给你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纠正线，对不对？那么我的手也一样，我们长期很多人他背是驼着的如果说你再往前呢，我说往上去推，有很多朋友推着推着就往前推了。那如果这里是一堵墙的话，他只能顺着这个墙往上去走，那么无形之中怎么样，就把你原来练不到的地方给它强化了。所以呢，这个动作我们正确去做假设我前面是一堵墙，我们是对着墙这样来回的去做的，做着做着你会发现你的腰背可能做着很多朋友嘎啦嘎啦响，为什么？在做的过程当中就已经修正了你原来不好的地方。所以腰背不好的人，你面对着墙，大概保持一个10到20厘米稍微的保持一些。然后呢，我们把手就这么放在墙上，来回的就这么去做就行了。这叫做壁虎爬墙。这个动作不仅对腰部很好，而且呢，你在练的时候全身的肌肉都能锻炼得到。最重要的是，它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负担，而且非常的安全。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如果感觉这个动作好的，你一定要记得把它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下次呢，我这个空间太小了，下次我换一个大一点的地方，然后找一堵墙，我用这个墙练着给大家去看。感谢所有的家人朋友们的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腰椎不好的朋友们，你别慌，我知道大家可能有5年的，有10年的，有小突突的，有一些小损损的，对不对？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太大的麻烦。我今天会分享给你2个道家的绝活，这2个绝活，一个是在手上找2个点，
这个点找住了以后，你会发现咱们的腰啊松下来了。第二个是什么呢？配合着第一个动作去做一个摇山晃海，这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动作，就是把我们的腰上面的筋啊再拉起来，把我们里面的什么气什么血再给它活起来。这两个动作配合好了，你会发现你的腰部啊越来越坚固。大家记住了，如果你跟着我做完，感觉非常棒的，咱们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同时记得把咱们的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方便观看。好了，话也不多说，咱们直接开始给大家讲内容。那么手上呢，其实是有3个点，只要把它结合在一起去做，我们的腰上面能感觉到这个点啊松下来了。怎么去做呢？非常简单，我们先要找到左右两边哪边更重一些。一般来说，我们的腰部啊会左边重一些或者右边重一些，极少部分人它是第3种是什么呢？两边都重啊。如果两边都重也没有关系，你就先左后右啊。那我们先活动一下腰，先感受一下。像我自己啊活动起来，我会发现我的右侧更重一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手掌中间，记住了，手掌中间找到一个点，这个点位叫做劳宫啊，大拇指点住。然后呢，另外2个手指成一个剪刀状，你看，把我们的右手从中指这里穿过去啊，穿过去以后，自然而然的落点位就是我们要点住的地方。这个时候你要测试一下，怎么测试呢？你看2个手指啊，绕一绕，转一转，前后拨一拨，发现有2个小坑，哎，就行了啊，就形成了这样的姿势。你看下面的点住劳宫，上面的正好点住2个小坑，我们发力这么往里面去掐，用力去掐啊。掐住大约在1到2秒钟以后，我们把这个点掐好了，再把你的腰活动一下，记住了，掐的力啊大概在6分力到8分力之间。你会发现，只要把这个点位给它掐住了，腰上面啊就松下来了，石头啊给卸掉了一大半。好，这还没完，这只是验证你的点位找得准，找准了以后，咱们还要怎么样？前后拨动。你看下面的手别动，上面的手要把这个地方前后拨动，拨多少下？拨10秒，一边拨一边数1、2、3啊，数到10，这个点位就拨完了。拨完以后，咱们把动作一结束，再活动一下。你会发现，即便手松下来了以后，腰上面的石头啊也是给你搬走了一大块。这个动作对咱们所有的朋友啊都非常简单，而且来的怎么样？很快。自己啊每天简单动手做个2次，早上做1次或者累的时候做1次，每天2到3次，做完以后腰上面就轻飘飘的。很多朋友做完以后不信，说老师是不是心理作用？我说你不要着急，你右边我们找的是你重的一边，对不对？你做完以后，你再把你的左手啊。就是另一只手，你再做一下，两边一起做一下，你不就自己就有答案了吗？对不对？什么叫做心理作用？你轻轻松松，这个感觉它就不是心理作用。好了，讲完了第一个动作以后，咱们还要讲第2个动作。第2个动作叫做摇山晃海，这个动作在以前啊流传下来可是非常出名的。摇山晃海呢，咱们坐着也可以去做，可以把我们的腰部的筋啊360度没有死角的把它去进行一个拉伸。怎么去做呢？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首先呢要把腿分开到最大的一个极限，双手就像我这样啊。按住我们的腿部，你看，慢慢的把我们的腰歪向一侧，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到一些筋啊，它拉着扯着，然后我们这样转过来，转过来以后，你看在这里啊有个微微的往后这么转啊，转一圈，你想象把我们的腰部画一个大圆，啊，画一个大圆过来，好，再把它画回去，就这样。你的腰部其实是在一个无形当中做了一个什么伸展？你在做这个动作当中啊，你会发现啊，在每一个角度都会有一些啊我们平常感受不到的一些紧紧的大筋啊，像绳子一样拉着你的腰。你在做到某一个点的时候是非常有感觉的。比如说我在做到这个点的时候，我右侧这里啊会感觉绳子在拉，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微微的可以怎么样？保留一小会儿，把它再拉紧一些，然后再把这个动作完成。好，当我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个点也有一根大筋，我们就在这里保留一会儿，然后再把这个动作完成。慢慢的你会发现，多做几次，这个动作就怎么样，很顺畅，就把这个动作完成了。啊，我们把这个动作左右算一下，每天做上一个10下到15下。
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2个动作，一定要记得，手上的动作可以单独去做，但是我们做摇山晃海的时候，你可以把手上的动作放在前方，2个手都要做，左手对应左边，右手对应右边，2个手做完以后再做摇山晃海，你会感觉非常的怎么样？1+1大于2。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就分享到这里了。我分享的都是干货内容，我相信大家都能感觉得到，自己做完以后，自己的身体就有答案了。这些内容我希望大家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你的一个小举动就会帮助无数的人。同时呢，你可以在视频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说出自己的感受，帮助更多的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正在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自己的腰椎不太好。但凡是腰椎不好的人，你会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久站或者久坐之后都喜欢把自己的腰这样转一转，活动一下。这样一转呢，他就会获得一种短暂的一种舒适感。而且这样转腰的行为在公园当中这些大爷大妈身上更是非常的常见。他们把转腰扭腰作为一种运动。其实呢，我是非常不鼓励大家去转腰的，因为从结构上面来说，咱们的腰椎是不适合去转动的。你经常去转动我们的腰椎，反而会伤了我们的腰椎。所以呢，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是我们传统运动当中非常好的养腰练腰的一个动作，不仅仅可以把我们腰椎周边比较僵硬的一些筋节点给它散开来，同时把腰椎深层一些堵着的点一些气血不流通的地方也能够很好的增加其循环代谢。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好的，记得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看动作，这个动作并不难，我们坐着，然后把腿分开，就像我这样，腿分开可以增加我们骨盆的稳定性。好，双手扶着我们大腿膝盖处，然后我们开始怎么样呢？你看，身子一歪拉向我们的侧边。此时，如果你感觉你腰部有一些僵紧的筋的话，你会感觉我们的侧边被绷得紧紧的。然后我们的身体看转过来，转过来，好，你看回到一个正位，好，然后再慢慢的转过去，好，回到一个正位，然后再绕过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缓慢的把这个动作去做完，千万不要做快。而且呢，但凡是腰部周围比较紧的朋友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很多朋友在某一个点会感觉到有一根筋卡着，或者有一根筋它会有一种像咯噔一声跳过去这种感觉，这种感觉都是正常的。那我们在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呢，我们就保持一会儿，然后再慢慢的再转过来。就在这样一来一去之间，就把我们一些僵紧的点给它松开来了。好，做这个动作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呼吸。呼吸怎么去做呢？一般来说你看我们吸气，吐气的时候转，吐，转完，好，再来吸气，吐气的时候转回去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在每一个角度当中都达到一个极限。比如说我在侧面是一个极限，然后呢以这个极限为点，在每一个角度都达到一个极限。这样的话呢，才能全方位的把我们腰椎上面一些僵紧的一些筋给它拉开来。每天我们把这个动作左右算1次，做上一个20次。做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呢？就是你转完以后你会感觉到你的后背腰处是有一种从深层发热的感觉，热乎乎的，非常舒服。那么你做这个动作就做到位了。做完以后，我们可以自己起来把自己的腰部活动一下，你应该会感觉到非常的轻松。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腰不好的人最常见的一个感受就是腰里面发酸发胀，而且这个腰部感觉特别的乏力，做一些弯腰挺身的动作特别的小心翼翼，不敢用劲。有些朋友呢，这个腰里面总感觉有根筋就是揪在一起，别在一起，这个筋就影响了这个整个腰部的一个活动，非常的影响生活。所以呢，很多朋友腰不好经常就喜欢这样把腰活动一下，或者扭一扭或者拍一拍。这么做呢，短时间之内确确实实能稍微好一些，但是它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因为没过一会儿，你这个腰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今天啊，大伟教大家一个方法，这个方法能活开你腰部的一些气血。其实我们上述说的所有表现都是气血不通的一个表现。当你的腰部的气血循环能打开了，它就能代谢走腰部一些不好的杂质。那么不好的杂质没有了，腰部自然就会进行一个修复啊，慢慢的腰就变强壮了。这个动作啊非常的好，我现在分享给大家，大家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动作，咱们这个动作啊是坐着做的，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啊，我们把腿啊先分开啊，向上分开。分开以后呢，这个手啊分别按着我们的膝关节的内侧，然后把我们的身体啊随意的靠向一侧。你看这旋转啊，旋转，把身体形成这样一个姿势，然后那个手呢就搭过来啊，就这样。我们先简单的进行一个腰部的一个压啊，这个压腰啊其实就是一个拉筋的一个过程，把腰部一些比较僵紧的结啊给拉开。大家可以跟着我这样试一试。如果你做这个动作，感觉没有什么啊，就感觉腰部没什么感觉，证明你腰部的这两侧的这个筋啊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如果你一做，发现这个腰部的筋啊绷得比较紧，那叫多拉一拉这个动作啊。你看一样的，你看这样转身，手一贴啊，贴过来拉啊，你可以看一下哪一侧比较紧，我们左右都要做。左边和右边拉起来感觉啊，很多人是感觉不一样的啊，我们就这样去拉一拉。好了，我们左右各做2次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给这个动作再升级一些难度。你看一样的，你看把这个动作保持好，然后把手你看就这样挥动就可以了，就往上挥啊，你看就这样挥就可以了啊。你看在这个姿势之下往上挥啊。这挥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就感觉出来了啊，背后一根筋啊连着我们的腰部啊有牵扯的感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紧绷之下呢，我们这样去做啊，就能够很好的把一些腰部后面的一些结啊粘连的地方给打开，同时呢打开我们腰部的一个气血循环啊，就这样，你看1、2、3、4。好，我们一般做5到10下，但在这里呢，我们暂时先演示一个5下啊，因为时间有限。到这一侧一样的，你看1、2、3啊，手这样挥4、5。好，做完以后呢，你可以活动一下你的腰，看一下是不是感觉这个腰上面马上就轻松下来了。好了，这是第一套动作啊，我们可以左右反复多做几次，把这个筋啊多拉一拉。然后呢，第二个动作是什么？依然是围绕这个姿势，双手依然是放在我们的膝关节内侧，然后开始进行一个360度的旋转。你看这样啊，身子往一侧偏，1，好，转过来，然后再转回去，2。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动作啊，你看这个动作转的时候，你看回的时候是什么呢？你看身子要往后靠过来啊。从正面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来1。到极限啊！你看这个转的时候是360度的一个极限，也就是说你腰上面这根筋无论是哪边紧，我们360度这样一转，都可以把这个腰上的筋啊松开来。也就是说这个动作它没有死角的，完全可以把你的腰部给拉开啊。所以呢，我们就这样，你看2，转回来，好，再来转，我们可以配合呼吸啊，你看来。吐，往前的时候吐气，往后吸气，好，定一下来，吐，吸气，定一下，吐，好，我们就这样啊，就这样正反我们算1次，然后呢每天做上一个10下到15下。做完以后再活动一下你的腰，很多朋友会发现这个腰部这一侧啊发热，这个热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个动作的一个作用啊，把我们里面的气血啊给它打开了，气血循环好了。这个时候呢，其实一些不好的杂质啊，慢慢就给代谢走了。你每天啊坚持练一个2到3遍，自然而然的呢，你的腰部啊就会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好。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因为这个动作啊里面细节比较多，你如果不跟着视频去做的话，很容易啊遗忘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动作的效果可能就大打折扣了。所以呢，每天打开这个视频啊，就跟着去练上一段时间，自己掌握了，那么就是你自己的东西了。同时也建议大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让这个动作啊能更好的帮助更多的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大伟。腰椎不好，坐骨神经疼痛，久坐或者久站以后啊，腿上发酸发麻，有些朋友啊更严重一些，走起路来啊，这个腿啊都一瘸一瘸的。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考虑的腰不好的核心问题啊，就是在于我们腰椎的气血啊不通了。同时呢，腰椎包括我们坐骨神经啊行进的路线上面，有一些比较小的一些筋节啊过于僵硬，卡压了我们局部的一些通道，就会导致了我们腰上面反反复复啊出现问题。今天啊，我要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强大的动作，这套动作啊叫做纵横拨筋术，可以快速的打开我们腰上面的气血通道，释放神经的空间。同时呢，用这个方法啊，可以把我们一些看不见的一些紧张的筋节啊，快速的缓解掉。这个方法真的是非常好，非常的强大。很多朋友啊，都通过这个方法让自己的腰椎啊稳固了、强大了。那么现在呢，我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以后每天看着啊，跟着去练。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一把经络棍。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把经络棍啊，纯实木打磨而成，上面还有专门疏通经络的一个一个的小球，不仅用起来啊手感非常的好，而且啊疏通经络、活通气血啊更是非常的强大。咱们居家备上一把啊，非常的好。接下来我会用这把经络棍啊作为演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经络棍怎么去用。咱们做第一个动作的时候，需要把脚啊踩在板凳上。我这里啊在户外，所以呢用现在这个小篮子啊给大家演示一下。手呢是这样啊，手心朝上，然后呢握住这个棍子，大家注意看这个姿势，把这个上面的小球精准的对准哪呢？对准到我们大腿的腘窝，你看，这样对准上去，同时把我们的大腿啊往后啊移一点，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一定要小于90度。好，注意看，神奇的事来了，我们进行一个，大家看啊，左右的一个摩擦，快速的，你看这样去做。你会明显的能感觉到啊，这个小球就像锯子一样啊，在里面反复的去拨筋。为什么这个动作叫做纵横拨筋术啊？非常厉害，这个名字起的也非常的好。大家看啊，你看来回反复的拨20下到30下，这个里面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都听过一句话，腰背尾中求，这个里面啊是最容易卡着的一个点，同时也是尾中在的地方啊。不信呢，我们可以去摸一摸啊，这个大腿的外侧，手进去抠一抠一根僵硬的筋。内侧手抠一抠一根僵硬的筋我们就这样连着筋带着我们的尾中一起给它搓开就这样去做。好，做完了20下以后呢，注意看我的手腕往回这样一转，注意看我手腕一转了，然后身子往前一顶一下，把我们整个坐骨神经走的一个通道给它刮开。你看这个动作多厉害！1、2，大面积的没有死角的，完全的把我们大腿后侧神经走的位置给它刮开，让里面的气血活通，一些紧张的筋节完全放松就这样去做上一个10下。好，就这样做完一套动作以后呢，你去活动一下腿。首先你会明显的感觉这个腿变得轻松无比，同时呢活动一下你的腰，你会发现虽然我们没碰腰，但是腰部变得轻松了。好，这个动作做完以后，很多人会反馈就是说做的时候有一些疼，同时有些朋友会出痧。出痧被称之为离经之血，其实就是把我们身体里面不好的杂质代谢出来，这是非常正常，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好，我们再把我们的左腿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一共有3个部分这是只是其中第一个部分非常重要，每个环节都很重要。大家注意看这个腿夹角往内小于90度，这个腿的夹角，同时呢把这个经络棍顶进去以后呢，你看来回的波动。从正面给大家演示来回的波动。好。20下以后呢，我们开始怎么了？看，1，注意看我腰部是用腰部的力量，你看往上一顶，这个时候呢，棍子卡在我们大腿内侧，很轻松的用腰部的力量就把力量渗透到我们大腿当中了根本不需要用劲。1、2，看到没有？我的发力。3，不是用手的力量，用蛮力这样去用劲这样用劲太蛮力了太累，我们就这样很轻松的大面积的深层的就把我们大腿的后侧给刮通了一般来说我们这样做个10下这个时候呢，第一个动作就完成了。完成第一个动作以后，我们现在来做第二个动作，非常简单把这个棍子你看放在我们的腰后，同时手呢是这样握持的这样握持。大家注意看我手的方向，大家注意看来回反复从上到下慢慢摩擦下来。纵横拨筋法就是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这个呢就叫横向的。
为什么要来回反复的拨呢？通过这个小球，就像锯齿一样的，一层一层的把我们的筋堵着的地方给活通，同时呢，一些气血不好的地方，通过这个来回的摩擦，快速有效的就把气血给打开了。就这样啊，从上到下，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巧妙。这个动作真的是实在是太好了啊！做完以后呢，再把这个棍子，你看啊，同样的第3个动作啊，反手，看这样。一个手啊是手背这样拿啊，手背朝大家啊，一个手是这样啊，是这样去握的。握住以后呢，你看把我们的腰部，你看微微的弯一些，侧面给大家暴露出来，往下1、2、3、4、5，做上10下以后开始再拉啊，把我们侧面一些堵着的地方给它拉开。好，同样的我的右侧也是一样啊，往下1。这个动作就像运用杠杆的原理一样，根本不费劲啊！2、3、4、5、6、7、8啊，做到上面再来1、2、3啊，拉下来4，好，就这样。我们一般啊，就是说做个10下，拉一个10下是非常好的。这套动作3个步骤全部做完，你会发现你的腰部、腿部啊完全打开了。而且啊，很多人啊都表示做完以后啊，这个腿部的深层啊、腰部的深层啊，就有一种深层里面发热的感觉。为什么会发热？我告诉大家，因为你的气血啊一下子打开了，所以里面这个热热的感觉啊，就是气血涌动的感觉。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这个棍子啊非常好，希望大家可以准备一把，然后自己在家每天跟着视频啊去做。包括后面我也会教大家用这个棍子如何去打开我们的肩颈，如何用这个棍子啊让我们的腹部脾胃变得更好。我是大为，感谢大家观看，谢谢大家。